大家好，台风终于过了，天气也都放晴了，应该看得出来，我的车在晒太阳。虽然我的车没有泡到水，但是说实在话，这个雨真的太大了。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有拍过关于后备箱备胎坑那个积水的问题，就是后灯组造成的漏水。防水胶条也会但是因为我的车没有发生过，防水胶条的这个处理比较简单，但是就是花钱。如果你的这个防水胶条是破损的话，就只能整个换掉，才能达到防水的效果。那我印象中，我之前就有拍过，就像刚刚讲的备胎坑的积水，然后引擎室水汽的问题，还有车门，像车门都有这一种漏水孔，我之前都有拍过相关的介绍。那因为这一次台风，很多地方都很严重的淹水，基本上，我先来讲，就是关于大雨过后，相信很多人的车子，都是停在外面，可能盖个车罩啊，或者说就是让它风吹日晒。其实基本上车子本身的防水性能都不错，但是这只局限于淋雨。如果是泡水的话，真的这个就没办法避免了。我们先从引擎室来讲好了。我之前讲的引擎室最怕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水汽，因为很多线组，一台车的很多线组都是安装在引擎室内，像保险丝盒、发电机、电瓶，这个几乎都在引擎室内。问题是，好处是它的位置都偏高。那为什么引擎室会怕水汽？就是因为很怕那些水汽会钻到保险丝盒或者一些插头的里面。因为水汽，说实在话，水汽很厉害，它只要一点点有缝，它就会钻。所以说，像如果引擎室盖着的话，水汽会一直在里面的累积，你里面的湿度过高，它就会，尤其金属的东西很容易生锈。其实你看像淋了几天雨，我的螺丝几乎都锈了。那这个晚一点还是要做防锈。我现在打开主要就是要把水汽都散掉。其实如果单纯的就引擎本体的防水的话，其实引擎本体它的防水性能都不错。当然整颗淹过那是另当别论。基本上你如果只淹到下半部，譬如说油底壳，这样讲好了，基本上引擎包括变速箱，你只要没有淹过轮胎的中心点，当然你降低呢没话讲。如果你正常来说，如果你只要没有淹过轴心，就是轮胎的一半，这个位置，因为我车有稍微降低，所以基本上一般车辆这个位置大概都在油底壳附近，油底壳的那个高度。基本上在这边的时候，如果只有淹到这边，车子是不会有太多的损害，最多就是可能发动之前，不要说水一退马上就发动，反而是可能像我一样稍微让它晒一下，当那些水汽尽量的排掉，再做发动的动作会比较好。那我前几天有拍一个短片，我大概有介绍到说，如果真的不幸碰到淹水的话，该怎么处理？这个就要讲到座舱里面。其
其实你看哦，一般车你刚刚讲到，一般车辆的基本上它的电器、它的电路设施都会做得比较高，像电瓶，像保险丝盒，然后多数的插头都做得比较高，除非一些可能线路比较短的，它会在下面，那个就没办法避免。然后你仔细看哦，这个高度对照过来，大概就是在仪表板那边。那我记得我在那篇里面有讲到说，如果水开始淹的时候，如果你可以把车辆移走，只要没有淹过这里，这个我们是讲护定，那个门户的户，安定的定，只要水没有淹到这里，这个时候你把车发动，慢慢开，脱离淹水区，这个是 OK 的。但是你只要发现你的水已经淹过了这里，已经进去了，那基本上真的建议就不要乱动，因为以车身的线路布局来讲，绝大多数的车它的线都是跑这边，跑在这个门框的边边，它的主线都跑在这边，两边左右侧的门框旁边，它都有线网，它整把线都往这边跑。然后再来就是保险丝盒，车室内的保险丝盒多半都在这个位置，就大概是轮胎的一半以上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会建议说，如果水只要一淹过门框护定这边，真的车就不要动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车门打开以后，你不要拿钥匙去转红火，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，因为你只要一转动红火，整台车就通电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某一个插头它刚好泡在水里面，然后又刚好那个插头它的防水性比较差，你这时候一通电，那条线上有连接的电器应该就坏掉了。所以说，如果真的不幸车子没办法移动的话，切记就是赶快开车门，赶快把电瓶，因为有的车电瓶在前面，有的车电瓶在后面，所以说就是赶快把电瓶的正负极都拔掉。记得哦，是正负极都要拔掉，因为在接电线的那一篇里面，我有讲到，多数的它车上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正电，它的负电就是旧金会接在车身上，因为整台车身都是负电，这样子的话，车厂可以节约成本，但是并不代表这把线上的线路都只有正电，然后再加上绝大多数的车，它的车电脑都是在中间那边，油门踏板旁边都是装在这一带，就是那个驾驶台、控制台的中间的下方，有少数车辆会装在手套箱里面。所以说，基本上如果不幸水淹超过了门框护定，这个时候什么动作你再怎么做，什么动作几乎都没有用了。唯一有用的就是赶快拔线路，把正负电源拔掉，避免水淹进去的时候造成线路的短路，它会造成你车上的电器设备、电脑、音响、冷气，所有有用电设备都会损坏，因为它还在通电的状态下。其实虽然你没有插钥匙，没有转红火，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一台车你就算没有插钥匙，它还是有电流，它会去维持车上一些必要的设备它的运作。比如说音响你就算钥匙拔掉，音响里面还是会有电在跑，因为它要计算时间，它要去记忆你的电台频道啊，你的一些设定。相对的，尤其现在比较新型的车子，它几乎都是我们所谓的电脑车，
它必须去记你的驾驶习惯跟一些你的设定，比如说电动座椅，你可能会设你的记忆的位置，它都要去记这些东西。所以那些东西你就算不去转动钥匙，它还是维持在通电的状态下。所以为什么我在那个短片里面，我会一直跟各位讲说，如果车真的不幸碰到淹水，而且又没办法离开淹水区的话，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把电瓶的正负电源拔掉，两个都要拔。如果真的很不幸，像这一次高雄他们那边淹水的话，几乎每台车都没顶。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车子几乎可能都淹到中控台，就是码表这边都已经淹到那边去了。那我记得新闻里面有一个车商他说得很好，基本上你只要淹到码表这边，这台车基本上可以算是没有救了，因为几乎一台车所有的控制的单元，所有一些重要的电子零件都在仪表以下。像我刚刚讲的，可能车电脑啊，就算你装在手套箱，它还是比仪表板低。所以说，其实应该怎么说？你并不是代表说你的水如果淹超过仪表板的话，这台车就没有救，而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大于你车子的残值，这个是个重点。所以说，不管如何，唯一能够做的自救方式，就是赶快把电源拔掉，把那些电子零件、重要的电子零件的损害降到最低。其实如果有在碰电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像电脑的主机板它可以水洗，真的电脑的主机板可以水洗，但是重点是你必须一定要完全烘干，烘到干，然后而且只要烘干，基本上那块主机板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会跟各位讲说，一定要把车上的正负电源拔掉的原因，就是你那些车电脑啊，一些电子零件，你就算泡到水，它只要没有在通电的状态下，它上面的晶体一些电子零件，它基本上它不会有损伤。当然你如果处理的速度太慢，因为你泡过水的电子零件，它那些焊点很容易跟空气产生氧化，那就会造成那块电路板会有出问题。那如果你的车子没有断电，你的水淹过了那些电子零件以后，那个电路板不只是泡水而已，它上面的一些晶体、一些电子零件可能会短路烧掉，那个修起来会更恐怖。基本上那种东西只能用换的，有人修，但是很费时费工，然后也不符成本。所以说，很多泡水车修复的时候都是靠更换。然后，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泡水车问题很多？最主要就是一些比较不良的商家，他们用洗的状态下，他也不管说有没有洗干净，有没有彻底的烘干，他只要觉得干了就装上去。那电路板线路这种东西很怕就是有水分在里面，当你那些东西还有水分在里面的时候，你贸然通电，可能那个电流很低，短时间内不会造成电路的损坏，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它的阻抗过高，或者那个基板过热，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那台车的小毛病会很多，可能会误报一些故障灯，然后可能会偶尔会像点火好了，可能会偶发性的产生点火不正常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不要去碰泡水车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不是修不好，而是它的小毛病会非常多，而且非常难处理。
以我对中古车的认识，很多高价的中古车，或者说一些比较特殊的车种超跑，讲难听点，那种车就算泡过水，还是会被修复。然后像刚刚已经讲到了泡水车，它最大的隐患。那我现在只能跟各位聊的就是，一般我们车子受潮，就是像这次像我现在这样子好了，雨势很大，然后车都在外面淋雨。那基本上以一台正常车来讲，车子的防水性能都算还不错。以外观来讲好了，绝大多数如果车子被雨淋，它的排水要么就是沿着这边往下流，然后多半来说在 A 柱以下 ，A 柱的下方，在它的板件 A 柱的下方，在它的板件结合那边，它会预留一个小孔，那个小孔就是车身以外，它的水会从那边排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试着在你的前挡风玻璃倒一瓶矿泉水，然后你去观察 A 柱下方，它那边就会开始滴水，那个就是车身以外，它的排水道是在那边。那像车后面的排水系统，都是靠车顶都会有2条，类似这个。像我这边行李架破掉，那边比较明显，都会有2条导水槽，它就是把车顶上的水往前面排到 A 柱下面的排水孔，跟沿着后面窗框啊，像我五门就是排到这个导水槽往下流。然后车门的话，就是我刚跟各位聊的这个排水孔，其实你不要看这个排水孔小小的哦。如果这个排水孔像我的后门，一般来说一台车门上的排水孔多半都是3个，1个、2个、3个，多半都有3个或以上。你不要小看这个排水孔小小的哦，如果这个如果堵住的话，它会导致水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拆过你们的门板，基本上门板拔掉以后，车门跟门板之间会有一片防水布。如果说这边堵住了，从窗户漏下去的水就会在里面累积，如果累积超过了防水布所遮盖的地方的话，如果你的防水布粘得又不够紧，或者说淹的水过高的话，防水布就会开始渗水。然后以车门的结构，你们可以看到车门的防水条在这边，然后门框里面这边都会有一些洞，因为这些洞必须去安装窗户的升降机啊，然后喇叭啊，必须预留那些孔，方便施工，方便维修。如果那个水淹超过了防水布遮盖的那个位置，它就会直接从这边，因为防水条它只盖到这边，门关起来以后它只盖到这边，像都有这个有痕迹，都是防水条压的痕迹。那如果它超过那个位置，它就会往里面流。所以说一般来说平常的时候就要多注意这些门框上的防水孔，因为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，我的车明明没有泡到水，为什么车里面会有水？车里面会有水，多半都是可能下雨天开车，可能拿雨伞啊，或者说车上淋湿了，你带进去的水汽或带进去的水残留在
车室里面造成的。基本上那个水量很小，只要定期的做开窗，让它通风，把水汽散掉，基本上那个都没什么影响。最怕的就是在大雨的时候，水从门框跑进去，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事情，因为那个水量可能会很大。像这次台风带来的水量这么大，如果你门上面的排水孔堵住，导致水淹进去的话，很有可能里面会淹得蛮凶的。所以说平常的时候可能就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找一个天气好的时候，找个地方不会妨碍到别人，把车门打开，4个车门都打开，然后5门车就像我，把后面打开，引擎室也打开，让它晒太阳，通风，把一些平常不小心累积在驾驶室里面的一些水汽让它排掉，尽量减少车身里面的水汽的产生，这样子也可以稍微排除一下车室里面的异味。大致上来讲，除了淹水车以外，平常个人对车辆的一些防水的检查，或者说防水上必须注意的一些地方，大概就这样子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这边了，因为其他的可能就没什么好讲了，因为泡水车就像刚刚讲的，基本上没办法脱离淹水区的话，你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正负电拔掉，祈祷水位不要淹太高，因为淹越高，你后面的维修的难度会越高，而且你所造成的损失也会很高。除了淹水以外，一般的车身的受潮，跟一些定期可能必须做的一些小动作，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了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